盆景用什么样的土？泥菌加沙子头。盆景常用的土最好是沙子土加腐叶土，或者是泥炭土。沙子土有良好的透气性和透水性，不容易板结，与颗粒土比较，保水效果更强，而且更容易得到。这种配土的比例一般是1:1，也可以依据不同树种的要求，适当调整腐叶土的量。像六月藓、豆蕨类、栀子等生长中对微酸性依赖比较明显的盆景。好，那个水都下不去。也不是全用刺叶土了，不用刺叶土也不行啊。现在不行，目前还好了，但是目前还好是。刺叶土还是有毛病，没什么营养嘛。它不是营养，刺叶土呢保水性不好啊。对，很容易干。没露草头，这种土里面带酸性不？是吧？泥菌、沙子，还有一点泥巴了。那现在刺叶土的里面什么都不带了。根头最松。再一个，你现在有的树它不保水，你上午浇一下，不到中午它就干掉了。特别是小盆，像这种它就保水，透气性好，不比刺叶土差。或者是自己去买那种河沙跟土混起来嘛。看到它那个挖那个地方那个土就是沙子土啊。有的地方有，像宁乡啊，我知道宁乡他们那整个地里面都是沙子一样的，像我感觉沙子多的地方，沙子多，还放点沙子多，还放点那个泥菌的发不来。买一袋泥炭土只有100多块钱，就是像个价的，100多块钱可以买100斤，知道不？买壳白的不？ 40块钱多，我还嫌贵。买壳白不？是的。它这个就是直接掺水了。你现在放点硫酸亚铁放在里面，你放1个月，它变成黑色的，那就是最好。掺在里面，它带酸性，它发酵了，是吧？那你种什么树都可以，一般的，基本上就带酸性了，土料带酸性，碱性的树。那发黑在这头。对。烧了一段时间就发黑。它就带酸性，它就开始变黑色。你抓点硫酸亚铁的放里面，它就是黑色。你买这种土呢，就是这种带纤维性的，看到没有？它带纤维性的嘛，是吧？对。太细的不行了。你在市场买的那种什么黑炭、黑什么黑土啊，它是假的，好多都是烧成灰的那种，它是假的，磨成粉的那种黑色的嘛。那用不得那种。也不透气啊！你像这种它就，也不都成团状嘛，干湿都可以用。腐叶土呈纤维状，疏松是它一大特性，而且含有微酸性和一些盆景在生长过程中所必需的金属离子。桑松黄叶就是因为缺少铁离子造成的。沙子土加腐叶土在放盆的过程中，能充分与根系接触。像这种根系比较细小的树桩，土与根接触不紧密，容易导致根干枯或者产生腐烂，降低盆景的成活力。你上这种盆中间一定不要留土，新土。不用留啊。中间底部最好不要长根，有根要剪掉，那种大根。你像这种根呢，中间留的根又没有一点意义了，也占空间，是吧？你有边上的根，它可以完全提供它的营养啊。这中间尽量的不要留土。整起毛根的，毛橘根的，那是多的。它这个中间它就基本上就没留根，是吧？空的你就把新土填进去了就可以了。在配土中，腐叶土的掺入比例不是越大越好，腐叶土的固根效果不是很好。完全烫发后会随着消水流失，这就要中间高，中间要高一点嘛。对，中间高，差不多的。对，差不多。往右边来，还往右边来，还往右边来的。斜的，它不是这样嘛，有点移，
是这样有网有鞋吗？先把土填上嘛。土中不藏肥，就相当于人体不能储存过量的营养。盆景的养分是随着不同的生长状况、不同的季节而进行补充。盆土就是一种储存一定的水量、传递养分的介质。配土简单，更有利于盆景的生长。我是山区龙茶，感谢您的收看，评论区再见。